说到退休投资，我们大部分人大概都觉得自己知道该怎么做，对吧？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那些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黄金法则其实是错的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份超猛的新研究，它很可能会让你对退休储蓄的整个看法来个180度大转变。你看，这问题问得很大胆，对吧？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下，那些我们被教导的关于退休储蓄的一切，什么分散投资啊，降低风险啊，如果这些观念从根本上就搞错了方向，那该怎么办？OK，你看哦，几十年来，退休投资的世界基本上就是绕着这两条铁律在转。第一，就是要用股票和债券来分散风险嘛。然后第二，就是年纪大了，就要慢慢把钱从股票这种比较刺激的东西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，是不是？这听起来根本就是理财课本第一页会教的东西，对吧？而且这不只是纸上谈兵的建议而已，对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来说，这些规则早就被写成程式自动化了。它们被直接内建在一种叫做目标日期基金的产品里，这东西基本上就是你退休账户的自动驾驶模式。这张图就解释得非常清楚，这就是所谓的下滑轨道。你看左边，你20几岁的时候，股票部位超高，冲冲冲，但随着时间轴往右边跑，到了七老八十，股票的比例就缩水到很低。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，就是牺牲掉成长的潜力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。结果呢，就有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，直接对这个老观念丢下了一颗震撼弹。这几位研究人员 Anna Kolova、Sederberg 和 O'Doherty， 他们开头就直接讲明了，他们说，我们就是要挑战生命周期投资的两大信条。第一，在股票和债券之间分散投资；第二，随着年龄增长减少股票配置。哇，这根本是直接下战帖了。好，那如果传统方法不对，那什么才是对的？他们提出的替代方案真的简单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，就是在你整个投资生涯里，从头到尾100%都持有一个全球化的股票投资组合，没了，就这样。来，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新策略的图长什么样子。你跟刚刚那张图比较一下，你会发现那个下滑轨道，不见啦，完全消失了。没有债券，也没有什么年纪大了要去风险。从25岁到95岁，股票的比例就是一条水平线，直直的100%。这根本就是跟我们以前学的完全相反嘛。所以啦，这就带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哦。所以，到底哪一个策略的实际表现比较好？这份研究就跑了一个超大规模的模拟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虚拟的退休竞赛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比赛结果。哈，第一个数字出来，哇，真的会吓到。研究发现平均下来那些一路冲用100%全股票策略的人，退休时手上的钱竟然比那些乖乖照传统方法走的人多了整整39%。这不是什么小数点误差这是39%这差距大到可以完全改变你的退休生活品质了。但你心里一定在想，赚比较多，风险一定也比较高吧？传统的目标日期基金肯定比较安全，对不对？数据可能会让你跌破眼镜哦。研究发现，如果你用传统的目标日期基金，你在退休后把钱花光的几率居然高达19.7%，这差不多就是1/5的几率，你的退休金会提早烧光光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100%全股票策略的表现，你猜猜看它的破产几率是多少哦？答案是直接掉到只剩下6.7%。等一下，让我们好好想一想，这代表什么？那个看起来风险超高的全股票组合，长期来看，钱花光的风险居然比那个号称安全的传统方法低了快要3倍，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风险的理解啊！这张图让你看得更清楚。
你看，代表传统目标日期基金破产风险的这块紫色区，是不是大的有点吓人？然后你再看看代表100%股票策略的那一小块蓝色，这个视觉对比真的太强烈了。传统方法的风险根本就是新方法的3倍。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，这样你会更有感觉。如果你坚持要用传统的目标日期基金，但又希望退休时能跟100%股票策略的人一样有钱，那你猜要付出什么代价？答案是在你整个工作生涯中，你每年存的钱要比别人多存63%。我的天哪，这代表你得牺牲掉多少现在的生活品质，才能去弥补这个策略的没效率啊？好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结论是，更多的财富加上更少的风险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听起来完全违反了所有金融学的基本定律嘛。别急，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研究人员发现的2个最关键的原因。原因1就是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分散投资。以前的老方法是说用债券来平衡美国股票的风险，但是这份新研究发现了一个突破性的观点：如果你把眼光放到全世界，国际股票其实是比债券更好、更强大的一个长期分散风险的工具。来，这张表我跟你说，这可以说是整个研究最核心也最颠覆3观的地方。你看哦，我们先看债券，只看1年，风险很低，这很合理，大家都这么觉得。但是你把时间拉长到30年，它的风险居然是变高的诶，你有看到吗？是变高。反过来看国际股票，1年内，哇，风险超高，很吓人。但30年下来，它的风险反而是降低的。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啊！你看事情的时间长短，会完全改变你对风险这2个字的定义。第2个原因听起来有点技术性，但概念其实很简单。以前那些旧的模型在评估风险的时候，就有点像是从过去100年里面随机挑几天的天气来看。但这项新研究的方法更聪明，它不是抽样一天一天的天气，而是抽样一整个经济的季节，也就是把好几年的数据整个区块抓出来分析。这样做才能保留真实世界里那种经济好坏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模式，也才揭露了债券在长期之下真正的风险，而这是旧模型完全看不到的。所以就是这2个超级强大的洞见：第一，用全世界的股票去做真正的分散投资；第二，用一个更科学、更贴近现实的方法去理解什么是长期风险。就是这2点彻底改写了退休投资这场游戏的规则。好了，这一切就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思考框架，来想想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全。第一点，真正的分散投资是全球性的，不是只有股票加债券这么简单。第二点，所谓的安全完全看你的时间有多长，1年内的避风港可能是30年后的超级风暴中心。那就带到最关键的第3点，当你年纪大了，把钱转到债券里，这种传统的去风险操作，实际上你可能是在增加另一种更可怕的长期风险，像是通膨会把你的购买力全部吃光光。好的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这次分析的3个核心重点。首先，传统的目标日期基金很可能让你赚得比较少，而且钱花光的风险还比较高。再来，对一个要投资几十年的长期投资人来说，放眼全球的股票其实是比债券更好的分散风险工具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债券一定比股票安全这个观念，如果放在一辈子的投资长度来看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过度简化。这就带我们回到最初，也是最后的问题，一个完全颠覆了整场辩论的问题。从长远来看，100%都持有股票，会不会才是你能为你的退休所做的最安全的决定呢？